只是周思然有些委屈罢了，摇摇尾巴，经常黏着我不撒手，一遍遍向我祈求要一个名分，要我嫁给他，或者是娶了他也行。这个看你表现吧。虽然我挺喜欢这狗东西，但是结婚什么的，到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万一跟他父母相处不来呢？毕竟公公婆婆这种生物，光一听就感觉麻烦重重。怎么着也得考察考察再说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就在我跟着周思然疯狂地锻炼身体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大门被暴力的撞击声。什么东西？周思然顿时拎起了大砍刀，第一时间冲到了大门口。剧烈的声响会吸引到丧尸，丧尸虽然视力不太行，但是他们的听觉与嗅觉十分灵敏，声响会让他们聚集过来，那就不妙了。那是什么？我焦急地询问。是丧尸狗。周思然脸色很难看。丧尸动物跟丧尸人不太一样，丧尸动物会更加凶猛一些，它们拥有动物的本能，并且牙齿更加锋利尖锐。院子里，伯父伯母满脸担心，这狗好凶，它的牙像匕首一样变异了。周伯伯手里拿着手机，上面是监控画面，那丧尸狗真的变大了1倍不止，甚至是牙齿都长了好多。若是被咬到，相当于被数把匕首插入身体，再稍微甩头一下，一整块肉都会被它撕咬掉。这个时候，周思然不紧张，反而神态柔和了不少。才2只啊，那简单。妈，你去找一块生肉；爸，你去找一根绳子，做成上吊绳的款式。若是一群的话，周思然还会紧张，也许毕竟一群跟一个还是完全不同的。但是只有2个的话，那倒可以慢慢来。我是如此了解周思然，即便并没有经历过末世，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，但也还是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想法。我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你不会是想要钓狗吧？只有1块生肉的话，我还不至于这样问，但是他反而要一套绳子。那是当然，正好你可以练练力气。你不是臂力不足吗？把它当运动器材不挺好？周思然浑然不见紧张之感。伯母拿着1块肉站到了围墙上，一晃一晃的，顿时把一只丧尸狗给吸引了过来。3米高的围墙，丧尸狗是无论如何也跳不上来的，只能伯母把肉用绳子吊着放下来，一点勾引着它往前跳啊跳，跟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。他们的智商并不高，无法理解这些东西，甚至是周思然用绳子套到了他们脖子上，他们也不知道躲避，因为在他们的脑子里，绳子并不算是武器。直到那绳子完全套住他们的脖子上，周思然猛地一用力，绳套收紧，直接勒住了丧尸狗们的脖子，把丧尸狗勒得离地而起。丧尸没有痛觉，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的本能也让他疯狂地挣扎起来，这股蛮力倒是给劲儿。周思然单一个人就把丧尸狗拉得双脚离地了，而中途换我跟伯父拉着绳子的一端，他则是拿着一把加工过后的红缨枪，对着丧尸狗的脑子一顿捣鼓。这种情况下，狗攻击不到周思然，而周思然的红缨枪虽然晃荡了几下，但是依然精准地瞄准了狗的脑子，安全的、无痛的，没有任何危机的影响了这场战斗，解决得如此快速高效，跟玩游戏一样。就这样解决了？我有些难以置信，这是不是太快了点儿？我还以为要经历一场生死危机呢，没想到连门都不开，只是隔着围墙而已，这些狗就被吊上来，跟鱼一样扑腾了几下就死掉了。对，就这样解决了。等你稍微上手了，力量再强一点，我也让你钓只狗拿来杀来玩玩，好不好？到这种时候了，周思然依然不忘激励我，让我变强。看样子上辈子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还挺大的。行吧，行吧，反正我也不排斥变强的感觉，拥有很大的力气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这个是老王家养的狗，就是不知道他人怎么样了。周伯父有些担心，他摇了摇头，看了看那狗尖锐的牙齿，有些非常不忍心，毕竟他们是同一个村子的，都认识了几十年之久了。周伯母当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。这种时候说什么好呢？说节哀吗？看那牙齿的锋利程度，那老王估计就很难活得下来。他们2个的神色有些悲伤，毕竟谁也不想熟人出事，而且不只是老王，整个村子都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些惨叫，死亡是在所难免的，不知道还能活下来多少的人。爸妈，我们先顾好自己吧，毕竟寒潮马上就要来了。突然天边传来了嗡嗡声，我们抬头看去，看见了一个无人机，它一闪而过，不知道往哪里去了。直到此刻，周思然才懊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显然忘了这茬。在末世里待太久了，他都忘记有无人机这种东西了。他并没有购买无人机，如果现在买的话，可以随时侦查外面的环境，发现丧尸包围就可以提前驱散他们，甚至是发现落单的丧尸也可以提前消灭。但是现在末世已经爆发了，而他们并没有买到无人机，错过了这个好端端的机会。看他伤心，我顿时起身安慰，一个无人机而已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常，使得用不了多久无人机就会无法作用，最多2-3个月停电，甚至是信号都接收不到的话，无人机就会成为一堆废铁。
毕竟他一个人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，有些漏洞也算正常，并不算致命，何必太过苛责呢？对呀，对呀，我这里还有收音机呢。周伯母说着，拉着我们去看他那个有些大的，看上去十分有年代感的收音机。通过这个收音机，即便以后信号中断，也可以接收到官方的信号，来获取更多有用的信息。直到关上门，我才有些担心的询问：那无人机会不会飞到我们的窗外，查看我们屋里有没有物品？放心，所有的窗户都用了防窥的，他们看不到里面。我松了口气。我们打开了收音机，首先接入的就是附近传来的一条消息：喂，思然吗？我是你宇哥，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粮场，收购了一批玉米跟黄豆，我们去弄点吧。村里死了不少人。对方一开口就是这样直白地挑明了消息，伯父伯母顿时心情压抑了很多。村子里果然死了很多的人，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死寂一片，没有人敢发出特别大的声音，生怕丧尸破门入。而伯母则是拉着我远离了这里，小声地跟我说刚刚那个人的身份，那是我男朋友的一个堂哥，远房堂哥关系并不是多亲近，已经出了本家了，不过他现在是村官，一个小小的村干部，无人机是他的工作标配，用来检查有没有人焚烧秸秆。没想到现在居然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。打听完了消息，我们关上了收音机。思然，我们就不要出去了吧，我们家里有那么多的吃的，不用去外面冒险。周伯母如此劝解道，毕竟我们家里真的不缺吃食，若真的要出去冒险，反倒是不划算了。毕竟外面那么多的丧尸，稍微被抓挠一下就前功尽弃了。不行，去是肯定要去的。周思然其实也不是太想去，毕竟他有物资了，但是不去又不行。村子里那么多人都决定去粮场，我们能置身事外吗？若我们拒绝的话，他们肯定会知道我们这里有众多的食物，万一不去找物资，反而是一众抢劫我们的食物呢？双拳难敌四手，更何况是那么多的人，把自己置身危险之中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。跟着他们去一趟也行，只不过全程划水跟卖力寻找物资也是有区别的。接下来的一周，他们用无人机陆陆续续的传递纸张，或者是用信号来交流，在村里倒是取得了不小的声望。现在末世已经好几天了，这些天电力陆陆续续的不稳定，甚至水偶尔也会停止。看这个情况，应该停电停水就在这几天了。我们当然是马上动手，接了不少的水，又把所有充电宝充满，把窗户死死的用东西贴上，防止有人偷窥。至于仓库的话，倒是又加了好几层的锁跟铁链，确保没有人会进入才行。忙完这些，又过了几天，到了约定的时间，他们村里组建了20-30个人，准备去往粮仓。其实周思然是不想带我出去的，毕竟出了外面要面对的丧尸不定是多少的数量呢。若只有单个，他还放心我面对，但是一旦数量过多，他就非常不放心，不安定，紧张的仿佛我下一秒就会消失一样。但我还是跟着他去了，紧了紧我怀里的斧子，给他展示了一下我新练的二头肌，虽然还是肌肉软软的，但是比之前拥有了很多的力气。别担心，只是小事而已，我们当天过去，当天就回来了。粮仓离这里非常近，我们只需要开车跟着车队过去运输东西，加起来预计也就1天的时间，不会过夜。即便如此，周思然也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生怕我再次死在他面前。我绝对会保护你的，我绝对会保护好你的。他喃喃自语，不知道是说给我听的，还是说给他自己听的。看样子他还没有从上辈子的经历里完全走出来。我不由得往他嘴上亲了一口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我们2个都会好好的。快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第二天很快就到了，也许是做了心理建设，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早早的醒过来了。收拾完，洗漱完，吃好饭，我们上车就走。伯父伯母则是留在家里，他们年纪太大了，还是不要出去为好。防护服穿好，手套、鞋套、护链具，还有这些脖子、胳膊肘什么的全部要护好，千万不能被咬到了。临走之前，伯母还再三检查我们2个身上的装备，看我们穿的防护服有没有准备好之类的。这些特制的防护服非常坚硬，但是又很轻便，虽然不足以抵挡丧尸的啃咬，但是有这些衣服，不至于被丧尸抓挠出伤痕，或者被啃咬出血，不跟丧尸进行唾液交换，也就不会变成丧尸了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很快就回来，你们在家锁好门，谁敲也不要开门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搞得我们才是小孩一样。周思然哈哈大笑，倒车就直接出门了。我坐在副驾驶，努力调整心态，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跟我预料的不错，粮仓离这里真的非常近，毕竟收购粮食的东西自然也要离农村很近才行。正常来说，开车1个小时就能到了。但是现在丧尸爆发路上的车况并不是多好，加上偶尔会有丧尸，
所以我们兜兜转转的花了3个小时才算到达。本来我们出发的时候是一支车队，但是中途我们换了旁边的大卡车，毕竟大卡车能拉运更多的货物。经过投票，我们一致认同了用大卡车来拉货，所以很多人都直接坐在了大卡车上。现在是一辆大卡车发动机，还有2、3辆小汽车在旁边跟着。那个自称大表哥的村干部还招呼我们上卡车，但是我们拒绝了。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拉货，而是跟来看看历练。若是路上遇到了什么意外，多辆车也能多条路。见我们执意如此，大表哥也并没有再纠结多少，而是指挥着继续出发。甚至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，还看到了很多人在打架斗殴。是个人都知道超市里的商品多，但是也正因为商品多，所以丧尸也多。危险与机遇并存，只是希望粮食场的丧尸能少一些。毕竟粮食场又不同于超市，它的商品并不太好携带，那里也没有购买商品的顾客，所以大家都在心里祈祷粮食场的丧尸能少一些。7扭8拐了一个弯之后，我们终于到了粮食仓库。那是一个十分宽敞的院子，甚至我们往里看去，还有成堆成堆的玉米地散落在地上，堆成了一个金黄色的小山。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游荡着2、3只丧尸，只是2、3只的话倒是不用担心什么。大表哥直接一卡车撞了过去，无情地碾压那些丧尸，把他们卷入轮胎之中，嘎吱嘎吱成了碎渣渣。无人机这个时候也飞进粮仓里，到处检查里面的情况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丧尸或者有没有活人。若是能救1、2个活人，也是好事一件。大门敞开着，有幸存者的概率并不大，毕竟这个地方宽阔，一览无余地想要藏人不是太容易，即便有数量也肯定不多。陆陆续续又发现了几具丧尸，我们把铁门一关，确定里面真的安全之后，才从卡车里冲出来了。上去就是群殴那几个丧尸，自然是单方面的胜利。太好了，有这么多的食物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2辆卡车，这车里还有没卸下的粮食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卡车开走了？这是莫大的好消息，卡车不仅可以搬运更多的食物，而且必要时刻也可以撞死更多的丧尸。无论是功能性还是实用性都拉到了最高，只是太费油了而已。不过这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它的好处更多。因为我们运气好，2辆卡车上的货物还没有卸掉，不需要我们辛辛苦苦的把那些金黄的玉米收纳起来，把它们搬到车上，我们直接开着这2辆车走就是了。这一路实在是太顺利了，幸运之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就当我们收拾妥当，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，我的耳朵突然听见了一道求救声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什么都没。似乎有人在哭泣，是婴儿还是小孩？反正是十分稚嫩的声音从紧闭的仓库门里传来。有幸存者吗？大表哥顿时喜出望外，能遇到幸存者是一件好事，毕竟他就是和村干部把拯救什么的挂在嘴边。是小孩吗？不管了，不管了。大表哥直接长腿一迈就去了仓库那边，把仓库门迫不及待的一把打开。小心！周思然一个箭步过去，把大表哥拉得往后面拽，大表哥一个屁股都摔在了地上，不过也险之又险的避开了那些来的爪。那是个什么样的怪物？那个怪物明明有人类小孩的身体，但是脸部却是猫的脸，完全融合在了一起，变得四不像，显得恐怖极了。他正在呜呜的哭，手臂却伸出了非常尖锐而长的爪子，想要向人类抓挠而去。刚刚那婴儿一样的叫声就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，而那爪子向着大表哥面部袭来。若是周思然拉的时间再慢了那么一点点，大表哥现在脸上就多了一片血印子，变成了丧尸的同类。险之又险，周大表哥心脏都快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那猫脸怪物的猫爪就直接与周思然的砍刀相撞而上，碰撞之下居然响起了金属轰鸣之声。不只是他，那紧闭地被锁上了的仓库门里居然传来了众多的丧尸的嘶吼声。撒眼一看，里面居然有几十具的丧尸吼叫着从里面疯狂地跑了出来。这种情况下还打个屁！周思然顿时提起了大表哥的衣领，疯狂地往卡车这边逃窜。快跑，快跑！周思然招呼着其他幸存者们快点回到卡车里，尽快逃跑。其他幸存者也是尖叫一声，马不停蹄地上了卡车，甚至有几个跑得快的，直接油门一踩要溜走了。罢了个根的！我气得破口大骂，恨不得打死他们。不过好在也因为我们留了个心眼儿，把自己的小汽车给保留了下来，所以不至于被扔下来成为丧尸的口粮。我顿时上了车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。别人都是逃命一样往外跑，我反倒是逆着他们往危险的地方开，冲着周思然而来，让他们快速地上车里。如此因此就美，把大表哥感动得不要不要的。要不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都想要以身相许。周思然反应得很快，哧溜一下就进了小轿车里。大表哥伸手也是开了车门，直接坐进去。我甚至都不等他们把车门关上，我就直接一脚油门一个漂移，油门直接踩到底，
轰的一声就飞了出去。跑得快的丧尸甚至都已经抓到了车门上，想要把我们一并引下来。但是他们毕竟是普通的丧尸，怎么能比得过车子呢？顿时就被远远地甩了出去。只是那个猫脸丧尸却并不是普通丧尸那么简单，他顿时喵的一声，四肢着地，真的跟个动物一样快速地向我们奔来，速度比人类更快，真的像猫儿一样矫健，很快的就爬上了我们的车顶。砰的一声，我们的车顶被重物砸下，甚至凹下去了不少。这只死猫居然跳到我们的车顶上，大表哥惊恐无比，快点攻击它！周思然却没有那么多的心思，而是拿出了自己的砍刀，把车窗往前降下，想要砍掉那只丧尸猫的腿。丧尸猫怎么可能如愿呢？反而一爪子想要拍掉那把袭来的砍刀，尖锐的爪子从四周探出，严重影响了我的开车速度，甚至是差点一个没打稳方向盘甩进沟里。不过这样也给了我的启发，我顿时开起车来，歪歪扭扭的想要把它甩出去。倒霉，倒霉，倒霉！这个丧尸猫不追其他的幸存者，反而追我们几个专门来演戏的老演员。划水的代价就是如此吗？早知道宁愿拼着得罪他们也不出来了，现在惹上了这种货色，我心里叫苦不迭。那丧尸不是吃干饭的，直接伸出了尖锐的爪子拍击我们的车窗玻璃，前挡风玻璃完全破碎。不过好在玻璃还有一层膜贴着，并没有裂成碎片扎入我的身体，而是布满了蜘蛛网一样的裂痕。丧尸猫甚至还往前后那些玻璃上面抓挠，想要抓到我们。眼瞅着那猫的利爪剐蹭过我的防护服，在上面留出了一丝痕迹，周思然顿时怒，动他可以，但是丧尸居然敢动他老婆，这无疑触犯了他的逆鳞。此事他也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直接一个猛子站了起来。周思然半边身子悬空着，竟从车窗里钻那出去。趁着丧尸猫抓挠前窗的时候，周思然动作敏捷地抓住了丧尸的脚，猛地一用力，那丧尸猫居然被抓得站姿不稳，从车窗顶上栽了下去。不过因为抓着丧尸的脚踝，所以丧尸的头在地上狠狠地摩擦了一路。车子此刻正在行驶速度并不低，这样一个摩擦直接把它磨掉了一块的后脑勺。丧尸猫愤怒地想要攻击周思然，但是周思然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呢？一记砍刀直接冲着丧尸的脑门来，甚至因为愤怒带着无尽的力气把丧尸砍得凌乱不堪，直到某刀砍中了丧尸脑子某个部位，突然之间猫就不动了，像是关机了一样，死得透透的。死了吗？大表哥颤抖地询问道，直到得到了准确的答案。看着那一动不动的丧尸尸体，直接被周思然给扔了。汽车依然在开，一会儿那尸体就变得越来越小，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，看不清了。他们被甩在了身后，包括那些拼命追赶的丧尸也全部被甩在了汽车后面。兰兰，对不起，我又让你受伤了。周思然看上去都快哭了一样，从后座直接抱住了我，跟我的座椅圈住了我的脖子，稀里哗啦的流眼泪。我又没受什么伤，不过多亏了伯父伯母，还好有着防护服，我身上一道伤口都没有。玻璃虽然碎裂了，但是玻璃碴并没有乱飞，丧尸并没有抓到我的身上，只是那丧尸猫抓挠的时候爪子尖尖，勉强勾到了我的防护服罢了。只是因为离得太远，也没有伤到我丝毫。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受伤。丧尸们已经被甩在了身后了，直到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丧尸，周思然才让我匆忙的把车一停，仔细的围着我来回检查，没有伤口，没有伤口，没有伤口，我身上完好无损的，只有防护服上多了一道口子而已，但是也没有伤到我的头皮，没有出血。太好了，你没事。这家伙可能是因为上辈子我们都死了，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，所以现在还有些创伤呢。对于我的安危有些病态的执着。对不起。大表哥深深地低下了头，愧疚的直接给自己的2巴掌狠狠地往脸上扇了过去。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是我太莽撞，是我太鲁莽了，居然没有脑子的直接开了门。我没想到后面居然是丧尸。毕竟没有人会想到丧尸居然会学猫叫，那丧尸似乎跟猫进行了融合一样，声音都酷似小猫。养过猫的都知道，某些特定的时候，比如说叫春的时候，猫的声音就会如同小孩子一样，像是小孩子哭泣一样，特别的神似，简直一模一样，经常会有人认错。而他仅仅是因为听到了类似小孩子的声音，没有进行确认，甚至没有精心防备，就直接把大门打开，而把所有人置身危险之中。这确实是他的责任，无法指代。周思然把他打了一顿，看着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，我扑哧声笑了。大表哥同样也笑了笑，如释重负，只是挨了一顿打而已。周思然下手有分寸，没有把他打得骨折，只是有些疼痛。若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原谅，减轻他的罪孽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所以大表哥不仅没有怨恨或者是记仇，反而是十分歉意的任由他打。没有下次，不然我杀了你。
周思然并没有开玩笑，他是真的敢杀人，毕竟上辈子就已经……算了，之前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我们快点回村吧。那些不顾同伴开着卡车逃跑的人，你必须严加惩戒。那些村民们看丧尸扑了过来，顿时慌了神，有很多都是匆忙之中跑上了卡车，然后一脚油门跑了，而还有那么一两个，因为离得远，加上腿脚不便，居然被甩到了后面，没能上车。当时情况实在是太紧急，他们3个能自保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哪有空来救多余的人？所以那2个人就已经被丧尸潮吞没，而死在了丧尸口中。这件事，大表哥作为领导人组织了这场活动，那么他就理应为此负责。他需要把恶意逃跑、故意或者间接害死他人的人给揪出来，严厉的惩罚才行，不然后续的话无法服众。当然，这是大表哥需要考虑的事。我们的话，只需要把他送回村之后回家就行了，不需要操心这些闲事。汽车开了大半，眼瞅着就要到村子里了，我们居然看见了一辆卡车停在了路上。其实说停不太准确，那卡车歪歪扭扭的，整个卡车都撞翻了好几棵树，车头凹陷了下去，车身更是翻了下来，里面的东西洒出大半，甚至我眼尖的还看见了不少的血迹，不过只看到了血迹，并没有看见人影。周思然的脸色顿时也不好了，这无论怎么看都是爆发了丧尸病毒的样子。大表哥立马用手中的对讲机联系了其他人，对讲机嘟嘟的响了好久，才传来了一道气若游丝的声音：我快不行了，老刘那个王八蛋，他被丧尸抓伤了，他不说，他害死了我们，害死了大家。伴随着一阵激烈的咳嗽声，那边突然没了声响，他多半是死了。当我们走的时候是有3辆卡车的，就算是分散一下，一辆卡车也有7、8个人，当然也不排除很多人在了一辆卡车上，而导致这辆卡车的人比较少。但是即便是那样的话，也得死了好几个人。而那个叫老刘的人则是隐瞒了伤口，故意害死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大表哥顿时怒不可遏，正义感十足的人能对自己下狠手，那自然也容忍不了别人如此恶毒的行径。那边已经出来3个了，要我撞过去，还是你来？周思然询问道。人毕竟是我带来的，我来处理吧。他们都是好端端地出来跟我们搬运粮食的幸存者，大表哥自然容忍不了他们成为丧尸攻击更多的人，所以决定亲自出手，结束他们的痛苦，免得他们的灵魂囚禁于这样浑浑噩噩的身体，看着自己走向迷途。大表哥拿了一把斧子就下去了。他虽然实战不好，没有多少杀丧尸的经验，但是好在周思然在旁边盯着呢，有惊无险的浪费了一会儿的功夫吧，卡车上的几具丧尸全部消灭了个干净。至于卡车上散落的那么多面粉，等一会儿召集其他村员们把他们拿走就是。回到村子里，先是开了一个会议，主要是批斗某些人把同伴置于危险之中，抛弃同伴，险些害死同伴的这件事，甚至体罚了对方，并且剥夺了对方的食物，不让对方分走这次得来的功劳。至于这次从粮仓里获得了那么多的食物，他则是保存到了村委会那里，按照人头来分配食物，即便是没有多少行动能力的老人、小孩，他们也可以每天来领取一些食物来度过艰难的末世。这段时间因为我锻炼得太过认真，所以并没有注意到村子的变化。直到此刻，我看着干干净净的街道，才恍然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大表哥居然真的组织了不少人把村子里清扫了一遍，至少把有丧尸的地方给消灭了。村子里比起其他地方安全了不少，只是偶尔还会有游荡的几只丧尸，但是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小队，用来保卫村子的安全。平时看见了也会把这种丧尸给处理掉，一下子村子里的丧尸锐减。如此虽然慢，但也是好事一件。他们分给了我们很多的粮食，但是现在实在是太累了，分量的具体工作确实在明天开始。我们匆匆地回到了家里，一回来伯母就马上围着我们仔细的检查，心疼不已地询问我身上的这一处划伤是怎么回事。我解释了好几次，他都忧心忡忡的，害怕不已，直到确定我身上没有伤口了，才算松了口气。快把这些烧掉，然后跨个火盆。火盆早已准备好了，已经点燃了。他让我跟周思然把那些防护服、手套，还有一些沾了丧尸血液的东西扔进火炉里，把这些全部烧掉，甚至还洗了个头，洗了个澡，确定没有沾染什么污秽的东西，然后要我们跨过火盆。伯母甚至拿个去晦气的柚子叶围着我们到处拍，想要把晦气给去掉。这种求心理安慰的事情对我们的身体无害，那就由着他去吧。第二天，大表哥果然如约地安排了人手去村子外把那些面粉给扛了过来，挨家挨户的分配食物。有了这些食物，大家短时间内就不用再出去忙活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果然也停电了，天气也越来越寒冷。这或许到了他口中所说的丧尸潮的那一天。明明现在还是秋天，天气已经冷到了零下20-30度，我们纷纷换上了厚棉衣、厚棉袄，甚至盖上了厚被子。这种天气已经开始飘雪了。我本以为这种天气已经够冷了，
没想到以后还有的降，甚至降到了零下5、60度，偶尔还有寒流直接飘到了零下80度。不过那种寒气流团只是短暂的出现而已。零下80度呀，我不由得啧舌。南极差不多也就这个温度，如果是我出现在南极，那我肯定是全身装备得到，不至于直接冻死。但是南极天气出现在我家里，那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了。我可能没有多少准备，就直接被冻得邦邦硬。这两个的伤害能力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不过这样的话，丧尸也会进入冬眠期。冬眠期，我不由得疑惑道。对，丧尸会失去行动能力，若是运气比较差的话，身体内还会被冻结成冰，就像是冻猪肉一样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丧尸的威胁程度就没有现在大了，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。丧尸若能不那么泛滥，那肯定是好的，只是到底还是有些冷。兰兰，我再往壁炉里加些炭火吧。好啊。兰兰，等会儿我再给你炖个鸡汤吧。好啊。兰兰，跟我结婚吧。好啊。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的大脑并没有转过圈来，等意识到答应了什么的时候，周思然已经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好耶好耶，你答应了，结婚结婚，跟我结婚。这狗东西耍阴的，居然趁我不注意跟我耍小心思。不过看着周思然开心的蹦蹦跳跳的模样，我的嘴角也勾了起来。也不是不行。顿时周思然被巨大的惊喜所砸得晕头转向的。等到春天来临的时候吧，我可不想在这么冷的时候吃酒席啊。好，那就春天。等春天来了，我们就真正的永永远远的在一起，永远也不要分开。冬天才刚刚来临，寒潮还有半年才会结束，周思然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春天的降临。冬天已经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我看着傻乎乎的周思然，突然也笑了。